当大众谈论阿德勒心理学的时刻，多数人的认知往往停留在被讨厌的勇气，仿佛这是一门教导人们自私自利的学问，甚至认为只要彻底无视他人的社会评价，就能获得心灵层面的绝对自由与平静。这样的解读其实只触及了表面现象，是在大众媒体传播下产生的认知失真。阿德勒的思想体系从来不是鼓励孤立，更不是要切断人际网络中的正常资讯交换。如果我们剥离这些充满杂讯的通俗解释，阿德勒心理学其实是一套极度精密的演算法，是一套用来重构人类认知架构的底层逻辑。这套逻辑的核心不再教你如何对抗世界，而是教你如何重新分配心理能量的流向。我们今天就要彻底拆解这套心理学框架，看见它背后严格遵守的物理逻辑与演化规律。过去几十年来，主流的心理学论述过度放大了童年创伤与过去经验的影响，这就像是物理学中的古典力学模型。假设所有的初始条件已经被历史锁死，现在的结果必然由过去的某个受力所决定。在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决定论框架底下，人类被视为过去经验的被动承受者。我们所有的焦虑、恐惧与人际系统冲突都被归咎到某些无法改变的历史切片里。这种思维模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受害者网络，让人们合理化自己目前的停滞不前，因为只要把责任转嫁给过去的某个事件，大脑就可以节省改变现状所需的庞大能量。系统总是自然倾向于熵增与混乱，也就是选择最不费力、最不需要做工的路径。但阿德勒提出了一个完全颠覆的理论，这就是心理学界著名的目的论模型。目的论认为人类并非被过去经验推动前进，我们是为了达成眼前的某个潜在目标，才主动从大脑资料库中提取特定的情绪。情绪跟创伤在阿德勒的系统设定里，更像是一种具有高度功能性的防御工具。比如一个人宣称因为童年受过严重伤害，所以现在无法建立亲密的社会关系。从目的论的角度进行结构性拆解，真实的运作逻辑其实恰好完全相反。大脑为了避免在人际互动中可能受到的挫折，它为了维持目前相对安全的低耗能状态，主动调用了童年创伤这个记忆模组，把它当作不去改变、不去行动的完美屏障。系统为了回避未知的风险与阻力，自动选择了阻力最小的发展路径。这是一种大脑极度精明的能量防御机制。我们以为自己是历史创伤的受害者，实际上我们是操控这些创伤记忆的工程师。了解这一层的真实运作逻辑之后，我们就能看懂自卑感的演化价值所在。大众普遍把自卑当成一种性格上的缺陷，但在阿德勒的生态学视角里面，自卑感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础动力。这就像是热力学中的温度差或电位差，有高低落差才会产生能量的持续流动。当个体意识到理想状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认知上的张力就会转化为补偿行为。我们为了克服这种结构性的弱势，会不断发展新技能来强化自身的承重力，这完全符合演化生物学中的适应机制。因此自卑感本身绝对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系统性灾难出在自卑情节。当一个人放弃了向上的能量转换，把自卑当作不再尝试的挡箭牌，这时系统的演化路径就会彻底停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入了死胡同。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情绪背后的真实驱动力，才能重新夺回神经网络系统的控制权。如果你也偏好着种播开迷雾深入本质的分析，帮我点个赞并按下订阅。我们接着推演更深层的机制。当我们厘清了情绪的工具属性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系统边界的核心课题。阿德勒提出了课题分离这个第一性原理，这可以说是整套理论最具颠覆性的概念。在社会物理的运作框架下来观察人际关系的痛苦，多半来自边界的模糊不清。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责任，或者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安装在别人身上。这就像是在一个复杂的建筑结构里面，非承重墙非要承担主梁的巨大压力，最后必然导致整个结构的崩塌与毁灭。在软体工程领域，这被称为高度耦合。一个节点的宕机就会引发全网的连锁瘫痪。课题分离就是重新界定系统的运作边界，将高度耦合的系统转化为松散耦合的架构。判断这件事情究竟是谁的课题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最终的结果必须由谁来承担。别人的情绪反应与评价是别人的课题，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去越界干涉，我们只能决定自己要输出什么样的行为，而无法控制外界接收后的讯号反馈。这绝对不是一种冷漠无情的孤立主义，而是一种极度理性的资源优化策略。当你停止把宝贵的能量耗费在无法控制的变数上，你才能把所有的算力集中在自己的核心模组。许多人害怕一旦划清了这些界限，就会在这个社会生态网络中失去连结，但事物的底层逻辑事实上刚好相反。
只有在个体边界绝对清晰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建立真正健康的模块化协作，不会有过度的依赖与消耗性能量的情绪勒索，系统之间的资讯交换才会变得高质量。这彻底改变了传统人际互动的游戏规则，把我们从无止境的猜忌与防备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认知维度上的全面升级，将视角拉到更长远的生命周期与历史维度来看，课题分离只是清理了系统内部的杂讯。阿德勒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共同体感觉，这是一个宏大且具备高度稳定性的生态学概念。当我们完成了个体边界的确认与强化，我们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是整体网络的一个节点。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无法脱离群体独自存活，我们的存在价值必须在系统互动中具体体现。共同体感绝不是要我们牺牲自我去迎合大众，而是找到一种共赢的能量循环模式。这就像是生态系中的顶级群落，各种生物在自己的栖息地中发挥独特的功能，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做出实质的贡献。当你确认自己的输出对这张网络有益，你就会获得一种不可被剥夺的归属感。这是一种超越了短期利益博弈的长线视角。短期的外界评价与一时的人际挫折都不过是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外部干扰，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持续产出核心价值，是否在这个复杂的动态平衡中找到完美的支点。这其实带给我们一个极度重要的核心启发。在现代这个充满焦虑与资讯过载的高压环境里，我们应当要防止无意义的系统内耗，别再把宝贵的运算资源浪费在过去的懊悔，也不要无止境地推演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我们必须随时提升自身的自我觉察能力，像监控仪表板一样客观观察自己的情绪波动。一旦发现能量流向了无法控制的他人课题，或者陷入了目的论中的逃避防御机制，就要果断切断这条无效的神经回路。最理性的生存策略永远是专注当下，把所有的专注力与实质的行动力全部汇聚在此时此刻的每一步操作。因为过去已成定局，且未来充满随机性，我们在物理空间中能施加作用力的向量永远只有现在这个唯一的时间节点。这从来不是空泛的励志口号，而是建立在物理法则上最有效率的行动指南。理解了这套逻辑，你就能重塑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一个开放性的客观问题：如果情绪与过去的创伤都是大脑选择的工具，那么你现在所面临的某个巨大困境，是否也是为了维持某种现状而产生的防御机制？请大家仔细检视自己当前的资源分配模型，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对这个机制的理性观察。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一部影片见。